内娱有活人了，《仙剑奇侠传3》苍兰诀中表现亮眼的郭晓婷，最近接受了 GQ 的采访。她从自身经历出发，锐评一系列贵圈现象：滥用配音、夸张磨皮、过度营销、流量至上，选角靠内定，综艺都是在搞人际关系，语出惊人，令吃瓜群众无不感慨：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其中有一段激起了于叔的好奇，他直言演过许多自己都不理解的烂片，那些剧现在还未播出，他甚至希望求求了，最好永远都别播出来。显然，郭晓婷知道自己参演的是烂片，但自认身无流量，没有过多选择，只能在烂与更烂之间徘徊。这样的言论随之引发了一波争议，有人质疑明星知道是烂片还接，给郭晓婷扣上了绿茶背刺的帽子。也有人困惑，明星真的知道自己拍的是烂片吗？而纵观烂片云集的内娱，于叔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聊聊的话题。有些小鲜肉吧，戏没拍几部，片酬已经达到了上百万甚至上千万。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却是零演技的烂片，唯一能演的就是面瘫。其实明星知不知道自己拍烂片这个话题最近屡被讨论，契机正是被下架的那部东八区的先生们。张翰炫耀似的将样片拿与各方展示，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一部烂片。虚假的反馈和自以为是的创作态度，让他或许真的认为自己在为一部优质作品而努力，但实际上更多的从业者是能够感知到作品烂不烂的，从剧本逻辑到对手演员的表演态度，以及导演拍摄手法和剧组的专业程度，各方面的优劣与否，参与者都能深切体会。郭晓婷在采访中提及让自己十分痛苦的碎片式表演法，而且在片场其实感受尤为强烈，是特别像在拍广告。他会告诉你，现在我们站在这里，然后说完几句台词，好停，然后这边 OK 我要你哭啊，这边笑着跳两句，情绪都不是连贯的，就会觉得在干嘛呀？包括后来很多人喜欢这个角色，这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的。凭借30而已进一步被观众熟知的演员毛晓彤，不温不火时期演过多部低分狗血偶像剧，豆瓣评分低至3分边缘。对于此类黑历史，毛晓彤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坦言，拍摄过程中就对剧集本身质量存疑，因为很多台词演员本人都不相信，感觉别扭，明知烂却还要演，背后原因不能一概而论，毕竟娱乐圈也是个两极撕裂之地，有人拍烂片捞金上亿，也有人为生存不得已而为之。正如郭晓婷所说，作为一个没名气的小演员，很多时候她只能在烂与更烂之间做选择。拍出过《暗花》非常突然的尤达志，曾是银河映像招牌的缔造者之一。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他几乎是零薪酬拍片，生活费都成问题。从银河映像出走后，尤达志为了挣钱拍了不少烂片，包括由李某峰主演的古偶《镜双城》，豆瓣评分3.9。或许是因为尝过苦的滋味，如今的尤达志没有任何名导演的包袱，毕竟用爱发电不能当饭吃。与王晶多次合作的肥猫郑则仕也曾以玩笑形式诉真情，称王晶的烂片养活了一大批从业者，也正能说明，相比于天价明星，许多边缘演员选择出演烂片只是为了有口饭吃，流量明星为捞钱拍烂片是明知故犯，无流量艺人为谋生存拍烂片是无奈之举。那么许多有实力的一线艺人是否知道自己拍的是烂片呢？几年前《澳门风云3》上映，刷新系列最低分，也令人惊觉发哥这些年确实已拍了许多烂片。他本人也曾自嘲到90%的作品都是烂片，但同时直言不讳，90%的戏都是不得不拍。戏本身的质量水平固然重要，但也需要考虑人情世故。刘德华同样出于人情，接演了雷人科幻大片《未来警察》。还有一种理由叫做想尝试。2011年，电影《战国》因烂引发激烈骂战，主演孙红雷随即陷入舆论漩涡。一方面，天价片酬传言四起；另一方面，孙红雷在电影中饰演的孙膑一角，不仅贡献出鬼畜区经典表情包素材，甚至让电视剧领域鲜尝败绩的他，获颁最令人失望男演员头衔。他承认，《战国》不仅是非常失败且自我的尝试，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。不止演员，跨国巨制却烂出国界的电影《长城》也一度成为张艺谋导演的滑铁卢。事实上，他拿到剧本就知道故事陈旧老套，而决定接下这个戏，更多是为了别的。能与最先进的好莱坞工业以及国际影星合作，
同时还可以在全球150个国家上映，排片量跃居全球首位。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，这部烂片都似乎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。如此看来，从业者对一部作品是不是烂，大多心知肚明，或许出于生存的无奈，亦或为名为利为人情，不觉得寒碜。看似理由充分，却都似乎忘了一件事，观众才是最后为烂片买单的受害者。就像孙红雷出演《战国》，自认是创作，但也最终意识到观众的信任如若随意辜负，有朝一日信任耗尽，好感不在。反噬到的恰恰是演员自身，而演员的可能性尝试一旦被当成演烂片的借口，就会酿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讽刺场面。就像豆瓣3.3分的张一山版《鹿鼎记》，因为用力过猛的猴式表演让观众体感不适，但各项反馈似乎并没有起到提醒作用。观众对一位曾经的好演员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被当成了尬黑。无独有偶，林更新主演的《最初的相遇，最后的别离》打着悬疑和缉毒题材的旗号，实则还是注水狗血偶像剧。观众给出1星差评，却被他对成不懂欣赏，没认真看剧。演员的自我探索成为万能借口之后，就会将演烂片当成理所当然，一边拿着3分作品沉迷捞钱综艺，一边却说着想要尝试优秀作品而不得已。归根结底是掩耳盗铃，自欺欺人罢了。同时，低劣烂片充斥市场，也势必造成更封闭的恶性循环。观众被迫在烂剧与更烂之间做出选择后，原本的不得已也被错认为宽容，继而催生出了更多自作聪明的烂片。就像古装偶像剧爆火之后，流量密码被符号化，低分的原因被忽略，烂的一面反而逐渐被取巧放大。靠配方批量生产的粗制滥造古偶随之大行其道，流量演员、雷同人设、多是虐恋桥段全都相差无几，甚至连海报都一个样。片中多数演员也被驯化成了碎片化表演的木偶人，捞钱蹭流量成了最终目的，剧集本身的质量反而变得无足轻重。如此一来，连带着曾经优质的演员也陷入了流量怪圈。就像郭晓婷在看到观众夸她演技好时，十分无奈地感叹：可会觉得这有什么用，又不能成为自己的优势。曾是小花中演技代表的杨紫，如今也在古偶中打转，某种程度也是因为烂片效应带来的恶性循环。杨紫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，接拍仙侠古偶《青云志》前，自己根本无戏可拍，而想要有更多机会，就要踏入流量场域之内。如今杨紫确实步步重磅古偶，跻身顶流之列，但再无战长沙这样细腻展现乱世之下家与国、个人与时代关系的优质作品，让许多观众深感可惜。如今演技竟已不再是一个演员的优势，何其讽刺！烂片当道，不仅拉优质演员沉沦，也给了更多人错觉。其实细究起来，张翰前几部剧大都质量不如人意，但市场反馈却很好。天雷滚滚的一起来看流星雨火成了现象级，堂主梗源头姗姗来了也是年度爆款。同样充斥着辣眼性骚扰桥段的温暖的弦收视登顶，明星对效益喜闻乐见，剧方也乐享其成，除了观众似乎皆大欢喜。显然比起烂，剧方更害怕的是糊，仿佛有热度就不算烂。这种错误认知也催生出东八区的先生们这样引起公愤的黑红剧。爆烂商业片似乎也能捞钱，就让烂在很多人眼中模糊了界限。实质上，明星知道自己拍烂片的讨论背后反映的是整个行业的畸形。不难发现，演员与行业都深受虚幻的流量二字所累，却又都不停追逐其后，酿就明知拍的是烂片还要去演的无尽悖论。除此之外，优质剧集的稀缺也能呈现出创作环境的艰难。张艺谋作为国民知名度极高的实力导演，在能调动最大化资源的位置，仍然深感好剧本的稀缺。浮躁的资本与大环境与耐心细心的好作品创作需求互斥，让本不应该的烂片成了常态。但其实观众早已对此逆反，就算烂片之王王晶也承认，最赚钱的电影其实都是拍得好的。
他自己的导演生涯就是证明。赌神1和2、九品芝麻官、鹿鼎记，正是这些评价最高的电影令王晶刷新了香港票房纪录。今年口碑最好的追龙同样成为院线黑马。回顾近阶段内的各类影视作品，只有企图跳出烂片既定套路的创作者和其作品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名利双收。正如前段时间同期播出的3部古偶大戏，前期沉香如屑因为 S 加的制作评级和顶流配置开播热度第一，但剧情遭吐槽套路满满，后期走势不及口碑更好的苍兰诀和星汉灿烂。回过头再看3部剧的热度基本与评分形成了正比，古偶老一套观众已经不爱买账了。梦华录前期迎来的观众报复性打分，同样是因为观众苦烂片已久，遇到某种程度上没有流于俗套走出新路的剧，自然给出了更强烈的正向反馈。同时，喜提豆瓣8分的20不惑2，热度和口碑均吊打同为女性剧 IP 续作的欢乐颂3，一个真实接地气，一个悬浮蹭热度，观众的选择一目了然。仍有人在怀揣着行业希望向前，并切实呈现给观众优质的作品。确实，好作品难得。正如陈道明所说，演员在探索自我的道路上演了烂片是正常的，但探索不等于沉沦，拍了烂片不等于就此摆烂。本该成为自我探索路上鞭策与警示的烂片，却被本末倒置成了理所当然，实在可笑。明知烂片还要演，明知烂片还要拍，长此以往，相关的名字就成了最有力的劝退证明。爱惜羽毛才能长久翱翔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，观众自有回声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